今天受到了震惊，泰国的泡面原来可以这么好吃。就是如果这个分类里面有满汉全席，可能就是这个样子。因为参加抖音的交换世界计划来到了泰国，然后你就会发现米其林为什么这么的便宜，它还是3星。我还在想提前了半个小时来就不用排队了。我这什么啊？算了，你不要再铺垫了，反正想吃的话一定早点来。但我还是想问，耗子药可以送走耗子对吧？那为什么愚公不用山药送走山呢？好了，在上泡面之前，我们点了一个凉拌蹄筋，它每一块非常大，肉眼可见的软糯 Q 弹，酱汁是酸辣的泰式调味，有一点像酸辣的海参。这个泡饭我可以吃3碗。他家还有个特别火的，就是凉拌三文鱼，看着非常的温柔，但是吃进嘴里有一种巨上头的青椒味，好辣。但我觉得这个酸辣味和三文鱼的油脂特别搭，它像一盘泡菜肥肉。我本来非常讨厌这种网红店，但它确实有2下子这个肉。然后这个就是今天的妈妈面，我们点的是他们家最豪华的那个版本，一整盆的配料非常丰富，它里面有炸猪颈肉、蟹后腿、开背虾、猪肉丸子、鱿鱼、鸡蛋，这一盆感觉够3个人吃了。我第一口吃进去的感觉就是它这个汤底之浓郁，蟹腿已经是给你剥好的，因为没有壳，所以那个蟹肉在汤里已经泡得非常的入味。嗦一口蟹腿，再来一口面，碳水加海鲜的满足，怪不得它拿米其林。你再用里面的泡面裹满蛋液，再加上这个汤里它加的椰奶，让那个面条会有一种鲜甜的味道。这一整盆都会有一种顺滑的感觉。老坛酸菜面冬阴功版，泡在汤里的脆皮五花肉，吃进去感觉味蕾得到了升华，就像是烤鸭配剁椒酱，厚厚的脆壳包裹着肥瘦相间的炸猪肉，再浸上酸辣的冬阴功汤，体验感拉满。等你把生鸡蛋液搅匀到汤底之后，泡面会更加的挂味儿，甚至会有一种糊糊的感觉，有一点像火鸡面的那个口感。它这个肉丸子是实肉，没加淀粉的全肉会特别的吸汤，感觉夏天来一碗这样的泡面真的很爽，有一种刚做完桑拿的感觉。解渴并不需要水，也可以是酸辣汤，难怪开了50年都没倒闭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真好吃。哎，请问谁会吃什么地中海料理啊？10分钟前的我如是说道，然而谁知道瞬间打脸。这种阿拉伯菜真的是越吃越上头，所以我们要带着探秘的心情啊，来看一下这种异域料理到底好不好吃。然后我的心中有个疑问，就是什么才算地中海料理？然后从还没进这家店开始，这气氛就已经有那味儿了，感觉随时都有可能站出来几个阿拉伯人开始跳舞。然后点菜就花了我们很长时间。然后第一个上了一个不知道是茶还是汤的东西，于是我抱着喝毒药的心情尝试了一口，它是很甜的花香。接着我们的第一盘就是主菜，好像是一道阿拉伯名菜，其实就是3坨酱泥蘸面包片，你可以站着吃，也可以像我一样全部挖上去一口吃。第一个就像孜然玉米土豆泥的味道，口感特别的细腻，然后这个看上去应该是麻辣味的吧，这个有点像番茄烤鱼味。最后这个还有点神奇，是蒜蓉石榴味，我只能说这是无法描述的咸甜口味。然后又是一道很奇怪的菜，里边包的其实是肉末跟炒饭，感觉又长见识了。这道没吃过的菜。这个菜吃起来很像是羊肉炒饭，但它香料更多，就是味道更丰富。然后下一道菜是一盘类似茄饼的东西，里面加的是肉末和煮软的土豆片，吃起来特别的软，甚至还有点辣，但里面全都是一抿就烂的状态，这个还挺好吃。接下来上了一碗羊奶汤，奶香芝士汤，但是里面又有一种辣辣的味道，今天真的是把爷吃懵了。然后是一盘很好看的烤三文鱼，上面好像是一些土豆丝儿，但这道菜最经典的其实是它下面那个橙色的酱料，配上那一圈坚果和蔓越莓，那个味道非常特别，它就像是陈皮加肉酱混在一块的感觉，还有一点番茄的味道。这道菜的精华就是这个蘸酱。然后上了一盘香肠，这个香肠端上来的时候还在疯狂的冒油，而且它的肠衣特别的薄，吃起来就是外脆里嫩，下面的酱泥也要蘸一点。然后又是一道特别硬的菜，紫阳的羊排，这个菜怎么说呢？那个肉惊奇的嫩，羊肉味比较弱，反而是很蔬菜的味道。好吃，虽然我已经有点饱了，但我们还有一份主菜，咖喱炖牛肉，名字是我乱取了哈。这几坨牛肉已经被炖得很烂了，还是特别的软，阿拉伯人牙齿是不是不太好了？然后最后的甜品果然不出意料，羊奶冰淇淋，奶味特别重，然后下面是一层曲奇一样的东西，是香醇的味道。哇，今天也算是第一次认识的地中海料理，感觉主菜部分特别好，阿基推荐指数可以给9分，非常好。看玩意儿，今天终于又吃到了家满分店铺，好不容易啊！我算是直接吃顿悟了。就是好的寿司店靠的并不是浮夸的装修，而是要看师傅的技艺高不高超，还有食材的搭配方式。今天不是崴了，今天是纯寿司。这家店现在在日本的100家名店里面直接冲到了前10名，所以才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而且它还不是米其林，我就更好奇了，来试试看吧。しました。しました。失礼します。后边年迈的那位是今天的主厨，旁边这位就是他徒弟，我看他就在旁边疯狂的开生蚝。今天的第一道前菜是3个小菜，看到这个毛豆我还是有点疑惑，这就是普通的毛豆。然后这个小菜我很喜欢，就是腌制的鱼肉上面配了一坨梅子酱。
就是梅子味道的腌鱼，特别爽口。接下来的刺身还挺有仪式感，就是师傅切好了之后会一片片放在你面前。第一个是鲷鱼卷的什么什么草，草本味很重，吃起来很清新，翅背就很有嚼劲了。我称它为荤海带，你们懂那个口感吧？脆嫩脆嫩的。然后这个应该是青花鱼，它的做法很不一样，很浓的烟熏味，就像那个干木柴烧起来的味道，搭配着一点小葱，特别香。然后是老朋友茶碗蒸蛋，料都是藏在下面的，是扇贝肉和鸡腿肉，老朋友还是这么好吃。然后接下来上了一份我巨吃不来的菜，生的生蚝。不过还好的是它没有很腥，但我就想问，你们喜欢吃生的生蚝吗？我反正有点吃力。就是生蚝的味道。幸好下一道菜是个熟菜，煮的金目雕和一些蔬菜，看到金目雕像看到了救星，这种小鲜笋也很好吃。吃完这个就正式进入我们的寿司环节了。这种看着自己的寿司一个个做出来的感觉还真不一样。第一个我以为它是某种鲷鱼，然而它并不是，因为这个寿司油巨多，甚至还有点和牛的味道，脂肪好多啊。此个奥托罗でございます。奥托罗就是金枪鱼脸上最肥的那个部位，它真的很肥美，但是一点都不油腻，而且师傅还在上面刷了一层甜酱，所以那个金枪鱼脂肪的味道就变得更加的鲜美了。接下来这个是柠檬章鱼寿司，章鱼本身是没什么味道的，但把它烤了之后再配上一点柠檬，口感真的提升了很多。然后这个青花鱼还很惊喜，它上面有一层果冻，那个是无花果口味的，又吃到了清奇的搭配。接下来就是海胆寿司了，第一个是蟹肉海胆寿司，长得就非常的好看，感觉蟹肉好多呀。海胆也是刚才才掏出来的，你吃的时候还得用手把它推进去。然后这个是海胆卷，虽然其实并不用一口吃，但我就是想体验一下海胆充满整个口腔的感觉，过瘾。接下来是金枪鱼的秋托罗，没有刚才的奥托罗那么肥美，但是口感更好。这个好像是烤某种贝类，吃起来微微泛甜，好吃。最后又给我们上了一份厚蛋烧和一份金枪鱼刺身，哇，这两个吃完就已经饱了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压轴还来了一份烤鲍鱼，甜品的话是抹茶和巧克力大福。这家店我还能说什么？就推荐指数10分，就是不同，卡哇伊儿。今天这个街直接把我逛成穷包，我就告诉你们，在日本逛动漫街是没有不花钱的哈，这简直不要太好买。好了，当然我垃圾，买。我最近好像吃的太多了一点。就是我在想一个事儿，就是我们看过的最老的动画是什么？我印象中好像是龙珠，又好像是福星小子，好像火影也挺早。但其实你会发现，小时候我们看的那些作品大部分都是 Jump 的，就非常热血。今天我们就来一起逛一下街吧。东京的动漫街呢，主要有3条。秋叶原这条街就是什么东西都有，其次是中野百老汇，里面主要是卖一些老 IP 的周边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池袋，这个地方主要是贵。但我们今天还是主要看一下 Jump 的东西吧，毕竟你要知道，最火的鬼灭之刃和咒术回战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到门口了，哇，这里真的超酷！一进门就是家教和银魂的等身雕像。今天我们就在这儿刷卡吧。这个东西也很厉害，它是漫画原稿的复刻，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场面，而且这个纸都是跟原稿的纸是一样的，哇，特别的精致。还有约定的梦幻岛，我特别喜欢这个。这还能不买吗？这个难道就是海贼王最新的盲盒吗？咒术的小盲盒也好可爱。就是基本上江浦历史上的作品，在这儿都能很轻松的找到。看到的圣斗士星矢是不是有很怀念的感觉？日语读作 Saint Seiya， 我一直觉得这个发音好性感。你们还记得星矢、子龙、冰河这几个角色吗？小时候就觉得黄金12宫真的帅爆了。我最后在店里反正是买了一个牧羊做的手办，就是有点贵。逛完了这个，旁边还有一个任天堂专卖店，感觉今天的钱包君要下线了。这个超级玛丽的杯子我肯定要了。动物之森这个衬衣好像可以拥有，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作品？那个死神的粉丝就不用问了哈，他已经销声匿迹了。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种快乐的逛街视频。今天就这样吧，我反正很快乐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买就完了，卡哇伊儿。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？就是越贵的一餐越容易把人吃睡着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餐厅就非常的催眠。催眠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环境，更多的是服务员每次上菜都会给你讲解半天。我是来吃饭的，哥哥。全菜上完了吗？又到了吃一餐的日子。すみません。予約したの量です。3人で。这种餐厅一般是先在网上预约好了餐品之后再过来，而且菜基本上没得选。我点的这个是红茶哈，不要误会。第一道菜我们给它取名叫绿色心情好了，这个像抹茶团子一样的东西其实是菠菜泥，非常的无语。一勺菜，我只能说液体蔬菜，快乐的崇拜。不过还好这个汤特别的惊艳，它是北海道鹿肉汤，特别的咸的。第二个菜是牛舌，但它的下面铺的是鹅肝酱和山药，而且牛舌用的是靠近喉咙的那部分舌头，就是吃起来不腻，还比较爽口。基本上是生的。这个菜牛逼。然后在上下一道前菜之前，上了2个面包，很硬很干，像我前段时间的脸一样。说回下一道菜，它是一块金目雕，但这个应该不是烤的，也不是煎的，因为它下面的肉还看得到血丝，它能保证下面鲜嫩的同时，表面又是很脆的。上面那层皮就跟 A4 纸一样薄。接下来这个是他们家最招牌的一道前菜，我们就叫它黄色心情好了。上面是鸡蛋泡沫，黄色的是咸奶油，然后里面包的是鹅肝，还加了一点葡萄干在里面，就是整体吃起来像甜品但是又有奶油鹅肝的香味儿，所以吃起来特别的奇妙。第一次吃这种味道的鹅肝。第一道主菜是这个意面，上面是一些干野菜。虽然说这个是意餐，但这个面怎么看怎么都像蟹挂面，感觉有被糊弄到，很好吃啊。然后第二道主菜是一条鲶鱼，6月份吃鲶鱼是日本的一个习俗吧。鱼的下面是一坨绿色的米饭，虽然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主菜，鱼身非常的软，有一种苦涩的香味儿，味道是高级的。
最后的这道主菜就是今天最大的主角——北海道农场的鹿排，因为他家是用香槟酒去了腥味儿，所以它端上来的时候都是一股香槟的味道，特别装逼。3分熟，吃起来的口感跟牛肉差不多，但是味道是那种有点像乌鸡汤的药材味儿，完全没有牛排那种很油腻的味道，有一点点红酒的味道。然后旁边是芦笋土豆泥梅子酱，特别喜欢这道菜。然后第一道甜品是芹菜冰淇淋，我第一次吃这种搭配，不过味道意外的很夏天。最后一道甜品我们就叫它红色心情吧，上面是一层红酒果冻，下面藏了一堆冰淇淋巧克力车厘子，感觉这就比木瓜高级多了。总的来说，今天吃了很多菜，虽然有些菜的设计意义不明，但整体还是比较满足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看玩意儿。